行一定要投入宗教或拜师吗？以前我信过佛教、基督教，也参加过2种法门的修行团体。现在的我没有宗教信仰，算是一个人独修了。年轻时的我，在信教或是参加修行团体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法门很好，然后希望认识的人也能够灵魂得救。有些人听了我的热情介绍，就很排斥、反感。后来我知道了，会修炼修行的人，也是他们灵魂的安排。一个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却过着有道德的生活，死后也能去天堂。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能不能上天堂，看的是你灵魂的品质，灵魂的等级就摆在那儿。它是骗不了宇宙的，你的存在状态决定了你身处的世界。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与神对话》，因为当时很红，而且我的朋友也介绍给我，所以我就看了。我当时是觉得还好，就是励志类的书啊，很普通的一本励志类的书。因为我当时就有在看修行的书，我觉得只是修行的书之一而已。因为我的朋友真的讲得太好、太夸张了，所以就跟我想象有落差。然后我看到第2集的时候，我读到一段，我觉得有点离谱，我就把书合起来，再也不看了。那一段就是屠杀犹太人的希特勒，灵魂竟然在天界。我觉得有点太离谱了，因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800万人，800万人纳粹集中营啊，这么大的业力，怎么可能死后灵魂在天界？虽然是低阶的天界，可是直到多年以后，我又有更多历练了嘛，还有读更多的书，我才知道有些生命是不能只看一世，要看生生世世。看灵魂的总体状态，也就是你生生世世的平均值。最近这1年，我又回头重新看《与神对话》，哦，真的很好看。你知道吗？字里行间有一个世界。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不是骗人的。字里行间真的有一个世界。然后我看见它里面的世界真的很好看，是神透过作者在说话。有些书可能要在适合你的年纪才特别入你的眼，时间未到，你就算遇到了，你也认不出它来。就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事物，你也不会感觉到它是对的。反正我现在回头去看《与神对话》，真的很好看。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个修行人写的部落格。因为修行人他修得很好，知道很多自己的前世，而且他也开天目，会一点神通。他讲到他其中一个前世，你们就当听故事好了，因为故事里面会有一些寓意。好，他说他本是天界极高的神仙，因为他要出一件任务，这个任务会大范围的影响很多人的灵魂层面，所以要一群不同层次的高维生命下凡历劫，并且不止一世。因为那个任务很大，一世做不完，要好几世，最后才能在未来的某一世促成那个任务的达成。因为他那个任务牵涉的范围很大嘛，所以他不能只轮回一世，他要轮回很多世，而且不止他一个高维生命下来轮回，是一群跟他一样都是高维生命，而且是不同维度的生命和他一起下来执行这个任务。为了要度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众生结缘，就得当所有的角色，包括坏人。越是邪恶坏到极点的人，造的业力就越大，没有一个高级生命愿意下来扮演。但是任务还是要执行，
也就是说，这个坏人的角色必须有人扮演。听说有些坏人，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坏人，是有些坏人是更高的灵魂，为了成就你的灵魂等级，特意下来扮演一个欺负你的角色。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书中提到有一个外国律师，专门帮穷苦的穷人打官司。那位律师也是上面的生命下来的，他在天界的时候跟一个灵魂等级比他还要高的人是好朋友。那个好朋友为了帮他灵魂提升进化，答应跟他一起下来投胎。他的好朋友投胎成一个乞丐，就住在他家附近。那个律师每天上班出门的时候，一定会看见那个乞丐在街边躺着。律师每次看见那个乞丐，心里都会觉得很怜悯，有点心痛心酸的感觉，因为那个乞丐激发了他对所有穷人的爱。只要看见那个乞丐，他就是觉得很心酸心痛，所以他就成了专门帮穷人打官司的律师。那个乞丐他本身是很高的境界下来，只是为了要提升他朋友的等级。今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只是为了达成他朋友灵魂的提升。有些坏人也有可能是为了要成就你的等级，演欺负你的角色，看看你遇到了情境会做出什么反应，因为你的反应会彰显你存在状态的等级。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这件事当中得到的感受是什么，你如何回应它，这个回应才是关键。因为你的回应会让你的实相产生变化，因为所有的实相全都重叠在一个画面当中，所以你的反应等于是在选择实相版本。境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它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考验，只有最聪明的学生才会遇到最困难的人生考验。我们继续讲刚刚那个神仙，那个神仙他下凡扮演完那个坏蛋，造下相当大的业力，因为他很坏，历史上有记载。不过他的灵魂来源极高，所以他死后不用经过阎罗王审判。其实就连地狱和天堂都是你心中认为有才有的，因为那个历史上有名的坏蛋，灵魂来源蛮高的，所以他当完坏人不是下地狱，但是他造的业力必须得还。业力其实是一种平衡，他必须得平衡他的业力。灵魂层次越高，还业就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去还，而不是佛经讲的地狱受报，投胎当动物被吃。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你修行修得好，你的灵魂层次就会提升，意识会变巨大，你可以用你灵体的一小部分去平衡你的业力。当今这个时代来当人的生命，很多都是宇宙不同层次的生命下来当人的，也有高精神文明的外星人下来当人，反而是古代的人类就很少投胎当人，他们大多都在阴间，现在都是高维度，包括高文明的外星人下来转生当人，因为他们想要体会人是什么。因为大家都抢着要当人，所以名额不够。你们不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都很聪明吗？都很厉害吗？也就是现在的人呐，肉身里面的灵魂来源都不低，下来当人只是体验，只是玩，来体会一下当人是什么滋味，很快又去别的境界投胎了。那位神仙他死后在灵界的一个空间还他的业，他被冰封100年，有点类似寒冰地狱吧。在那个空间时间过得比较快，100年相当于人间的20年，因为他还要继续出任务啊，所以还业不能耽搁太久。上面派他的巨大生命自然用最快的方式让他平衡他的业力，然后赶快去执行下一趟任务。
一个任务有时需要一个灵魂好几世的转世，才能在未来某一世看见那个任务的结果。Facebook 有一位写心灵类的作家，叫做赞宇天业，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他的高我，也就是他的灵魂，叫做 Muro， 是一个男生。Muro 有一次跟他说，灵魂是不会投胎当畜生的，因为你已经学完小学功课了，高中毕业了。我们假设灵魂能当人，就是高中毕业这个等级，而当动物是幼稚园的等级。你都已经高中毕业了，为什么还要回去读幼稚园？对你的灵魂提升一点帮助也没有。你们知道灵魂为什么要轮回吗？因为我们的灵魂很巨大，我们只是他们的一部分，就是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因为灵魂想要提升他自己，想要进化他自己，他想探索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所以他轮回。Muro 说灵魂不可能投胎当畜生，但是佛经上说做坏事就会下地狱，或是投胎当动物被吃，这个地方就很矛盾了。做坏事会造下业力，为了平衡你的业力，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当动物被吃。但是你的灵魂有很多种方式去平衡你的业力，尤其你的灵魂层次越高，你受物质宇宙的制约就越小。几年前赞宇天业的其中一篇文章说，有一天他在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国人，他当官，很高的官，出现在电视里面接受采访。那位外国大官推行了一个政策，害死了数十万人，或是数百万人。那个大官现在还在人间，并且继续在位。因为赞宇天业他灵魂可以离体去不同的维度学习，而且他也开天幕。他在文章写到，他在另外一个空间看见这位高官灵魂的一小部分碎灵，而且不止一个小碎灵，是一群小碎灵，在深海当鱼被吃，或是当什么动物被杀，还他今生因为那个政策而害死了数十万人造下的业力。因为那位高官造的业力太巨大，已经没有办法等到他肉身死掉受报了，今生就在受报。现在的人造的业力都比古代人造的业力大，所以业力有些人已经在今生现前了，他不会让你等到你死后才受报，因为数量太巨大，巨大到这个魂已经没有下一世了，必须得马上平衡这个业力，才能让这个灵魂正常轮回。我当时读了那个文章，一直在想那位外国大官是谁呀？可是我猜不到，因为文章没有说是谁。所以人死后到底会不会投胎当动物被吃呢？有可能为了平衡你的业力，其中一个选项是当动物被吃。但是当动物被吃也不一定要人类这个你的魂，只要是能代表你的一切形式，都可以代替当这个被吃的动物，平衡你的业。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外国大官，他的肉身明明还活着，但是他灵魂的一小部分代替他去当动物还他的业。因为灵魂是很巨大的，灵魂虽然不用投胎当畜生，但是要平衡他的业，他会分一小部分他的意识，很小很小的一块，有点像你的一小块肉吧，反正就很小很小的成分代替你。真正的灵魂是不会投胎当动物的，而且也没有地狱。地狱和天堂是人类集体意识划现在灵界的一个空间。你心中认为没有地狱，那就没有地狱。宇宙的所有一切都是不同维度的意识一起合作创造出来的不同的界和层层的空间。天堂和地狱是集体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空间，有相同信念的人死后就会去那个被创造好的空间。佛教的空间、
回教的空间、基督教的空间，你有相同信念，你就是属于那个相同集体意识的一份子，你死后就会去那一个被创造好的集体意识的空间。所有你眼前可以见到的一切皆是意识，意识构成能量，能量强到一个程度就要出变成物质。越宏观美丽的世界所需要的意识强度就越巨大，才能够被创造出来。所以创造这个世界的当然是更高维、更巨大的生命，因为它要用很强的意识强度才能创造出宏观的世界。宇宙是很多巨大的高灵一起创造的。我之前不是有讲过赛斯二吗？赛斯二帮忙一起创造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所以赛斯二是其中一份子，帮忙创造我们这个物质宇宙。物质宇宙层层的维度是更巨大的集体高灵一起创造的，赛斯二是其中一个。总而言之，你的存在状态，也就是你灵魂的状态，决定了你在人生过完时所身处的境界。有些人他的人生蓝图之中没有修行这个选项，这样的人你跟他介绍修行啊、宗教信仰，他不会听的，因为他的人生蓝图没有这个选项。所以你跟他介绍，他不喜欢听就算了，因为如果他真心想修炼的话，他的灵魂自会帮他安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高我，当你提升了你的灵魂层次，有一天你会遇到不同维度的你自己。赛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扭曲的，人不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也不一定要修行拜师，因为你的灵魂会安排你的人生蓝图。修炼修行是你灵魂的安排。我们人类是三位一体，身心灵，谁是老大？当然是你的灵魂，只有他说了算。每个人的一生都有指导灵或是自己的灵魂安排照看的。人的一生啊，贫穷富有，会遇到哪些人，和谁结婚，这一切全部都是你的灵魂安排好的。那么如果全部都是你的灵魂安排好的，那人的自由意志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我们就是傀儡了吗？不是，自由意志有修改的权限，就是你在过日子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做微调、做修改，但是你的表意识要和潜意识达成一致，因为一个人总共有9个身体。在原无事的部落格里面有讲到，人有9个身体，一个肉体，8个灵体。肉体的下一个身体是以太体，以太体的下一个身体是星光体。越下面的灵体越精美，层次越高。第5个灵体就已经算是你的高我了。你有9个身体，所以你至少有4个高我。其实高我不止4个，这边我是说至少起码4个。肉体是最外面最粗糙的身体，其余都是不同维度的灵体。表意识，也就是人类这个你，只占全部的你1/9。要修改你的人生蓝图，需要9个自己都同意。当你的表意识和潜意识愿望一致的时候，你的心愿就会显化。因为潜意识连接着我们不同维度的自己。当你和你的高我所想的都是同一件事，那么你们就会同频共振。一旦你们同频共振，散发出来的 power 就会不可思议，愿望显化出来的速度就会相当快。上面的维度啊，是一想立刻就被创造出来，没有时间差。当你和你的高我同频共振，愿望显化在物质世界的时间差也会变小。应该说，你意念的强度决定了显化的速度。人到底会不会投胎当畜生？因为母肉
也就是赞与天业的灵魂 Muro 说，人的灵魂是不会投胎当动物的，除非你愿意。而且《与神对话》这本书里面也有说，灵魂不会投胎当动物，因为没有必要。灵魂为了提升和进化才去轮回，当动物被吃，对灵魂提升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灵魂是不可能投胎当动物被吃。那么为什么佛经又说人做坏事会投胎当动物被吃？我认为是灵魂的一小部分，比如三魂七魄里面的一魂或者一魄。因为灵魂在受到惊吓或是剧痛的时候，它会产生分裂或破碎。你为了还你的业，造成你的灵魂更分裂、更破碎，这不合逻辑。所以不是灵魂投胎当动物被吃，但是自己造的业力必须得还。所以灵魂分出很小一部分的意识，代替它去当动物还这个业。我们人是复合体灵魂。什么是复合体灵魂？也就是佛经提到过的三魂七魄，或是阴魂、色魂、光魂、主元神、副元神，还有圆无事说的人有9个身体，这些都证明了一件事：人不止一个灵魂，人是很多个灵魂组成一个肉身。我们人类是复合体灵魂，很多个自己组成一个肉身，不是附体哟。它和你同时存在不同的维度，但是它是你的一部分。因为人是复合体灵魂，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多重人格。因为你有很多个自己组成一个人类，而动物只有一魂。你应该没听过猫狗有三魂七魄吧？从来都没听过。只有一魂，所以是灵魂的其中一魂代替自己去受报。有点像日本的漫画《犬夜叉》，不是有4魂之玉吗？4魂之玉的碎片代替灵魂去受报那种形式。因为你的意识它到时候回归你灵魂的时候，你会感同身受一样的痛，但是又不会让你的灵魂破碎分裂。灵魂在遭受大痛苦的时候是会降等级的。你知道很高层次的生命，它如果要下来物质世界投胎，因为物质世界压迫感很重，它都会下降2个等级，才能够符合物质世界的低振动频率。所以你的灵魂如果投胎当动物，振动频率更低，你是会降你的等级的，让你的灵魂破碎分裂，划不来。所以真正的真相是，你灵魂的一小部分去还你的业，然后回归你的灵魂，感同身受一样的痛，同时又保有你灵魂的完整。因为动物只有一魂，不像人有9个身体，所以动物修得再高也不能修成佛。动物其实很羡慕我们人类有这个身体可以修成佛。动物修再高，最多修到第3界，不能修成佛。因为动物只有一魂，而人有很多个他自己。成佛就是和所有的你自己合一，变成一切万有源头，让自己更完整。因为一佛一个世界，一个世界有无量多的生命众生，等于一切万有。成佛是所有的你自己，所有的身体合一，成为一个完整的大灵，那就是成佛。我是芳玲，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我，并开启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支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